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岁月的魔爪，尤其是女人，很害怕自己衰老。当女人开始变老时，下半身会有3个变化，希望你一个都没有。1、月经异常。正常女性来月经都是有一定的周期的，如果月经期延长或者缩短，月经量过多或者是过少，这样月经出现异常，就可能是卵巢和子宫提前衰老了，也要多注意调理。2、膝盖疼痛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中的钙质会流失，关节也会开始退化，这时呢就可能会出现膝盖疼痛、走路困难的现象。所以女性朋友要是出现这种情况，就说明你开始衰老了。3、臀部下垂变大。女性年轻的时候臀部都是很有弹性的，但当你衰老时，胶原蛋白流失，这时臀部就会松弛下垂，并且变大，这也是衰老的一种表现。那如果你不想衰老太快的话，还要多运动锻炼，保持一个好心情，保证充足的睡眠也很重要。建议大家呢可以喝点菊花茶、玫瑰花茶，有美容养颜、延缓衰老的作息的睡姿叫做浑圆卧，每天睡前做10分钟，等于熟睡7小时，有很好的补肾气、改善失眠的作用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做。首先，平躺在床上，双腿弯曲，两脚脚心相对，双手交叉放在头顶的百会穴，2个手臂呢要围成一个圈，2条腿也要围成一个圈，保持这个睡姿10分钟。这个浑圆卧可以帮助放松头部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拉伸肾经，有很好的补肾气、促进睡眠的作用。那这个动作呀很简单，省时又省力，大家呀不妨试着做一做，让你躺着把肾气补回来哦。这对我们来说呀非常重要，如果脾胃出现损伤，就会比较虚弱，脾胃不好，身上呢也会有一些表现，比如食欲下降、口臭。那我们该怎么调理呢？不妨常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莲藕。莲藕味道好，很多人呢喜欢吃，可以生吃，也可以用来做菜。而且莲藕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钠、钾等微量元素，还有胡萝卜素，经常吃有很好的健脾养胃的功效，很适合脾胃不好的人吃。第二种，莲子。莲子也是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，味道有点甘甜。莲子的营养价值也很丰富，并且容易消化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、提高脾胃功能的作用。经常吃一些，对改善脾胃虚弱也有帮助。前一天睡得好，那么第2天也会精神饱满、活力十足。但如果长期失眠、睡不好，抵抗力呢也会变差，对身体不利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，用来泡水喝，有助改善失眠。第一种，蜂蜜。蜂蜜是很多女性喜欢的，有很好的美容养颜的功效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蜂蜜有很高的营养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，有很好的安神助眠的作用。经常泡水喝可以帮助提高睡眠质量。第2种，莲子心。莲子心味苦性寒，入心肾肺经，有清心安神的作用。那经常失眠的朋友，可以在睡前用莲子心泡水喝，能促进睡眠，对改善失眠有一罐天然的清洁功。那经常泡水喝，专门清血管，身体更健康。1、黄芪。大家都知道黄芪有补气活血的作用，如果经常用黄芪泡水喝，还能够加速气血运行，有很好的降低血液粘稠度、清理血管的作用。2、山楂。山楂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山楂中含有一种黄酮类物质，有扩张血管的作用。经常用山楂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预防血管堵塞。3、苦荞。苦荞大家都很熟悉了，苦荞的营养很高，其中含有微量元素硒、粗纤维以及芦丁，可以用它熬粥喝，或者直接用来泡水，有很好的软化血管、清理血液垃圾。甲醛大家都知道，刚装完的房子里可能会有甲醛，但其实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食物中也含有很多甲醛。那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希望你尽量少吃。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哪些。第一种，草莓。草莓呀，如果放时间长了，很容易坏掉，所以呢，很多商家为了能够让草莓放得久一点，可能会用甲醛来保鲜，所以大家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第2种，粉条。将粉条做成美食，那是非常美味的，但是呢，为了延长粉条的保质期，很多商家也会把粉条在甲醛中浸泡，如果我们吃了这样的粉条，对健康也不利。第3种，
颜色过白的食物。那生活中，比如百合、银耳等，这些都是白色食物，所以挑选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挑选一些看起来比较白、比较干净的。但这样的也容易是甲醛的携带者，因为甲醛有防腐和漂白的作用，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哦。你说我这嘴里怎么又苦又干的呢？然后吧，一到晚上还睡不着觉，还老做梦。你说这咋回事呢？哎呀，那你这是有火了呀？你这是不是肝火太旺了？哎，很有可能啊。不行，我得抓紧去调理调理。其实呀，肝火旺盛呢有很多的表现，口干、口苦、睡眠不稳定、身体闷热等。那肝火旺该怎么办呢？那要少吃下面这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荔枝。荔枝呢，很多人都喜欢吃，但是肝火旺的人最好不要吃，因为荔枝属于温性食物，肝火旺的人吃了会火上浇油，使肝火更加的旺盛。第二种，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因为这类食物容易助长体内的火热，那肝火旺的人如果吃了，会使症状加重，不利于身体的恢复。不过肝火旺的朋友可以在睡前做一个小动作，按摩太冲。太冲在脚背第1、第2指骨结合部前面的凹陷处。太冲呢是人体足厥阴肝经上的重要穴位之一。每天呢睡觉前先用热水泡脚10分钟左右，然后用大拇指从下往上这样推揉5分钟左右，对降肝火、改善睡眠呢有很好的效果。除此之外肝火旺的人容易出现急躁、发火、动怒的情况，所以想要调理肝火，首先要有一个愉快的心情，还有保证睡眠质量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每天坚持适量的运动，也能够帮助养肝护肝，比如呢散步、游泳、跳绳等等。好啦，以上就突然间头晕，然后眼前还一抹黑，你说这是咋回事啊？那你是不是血压有问题啊？哎，别说，你提醒我了，我得去检查检查。高血压是现在常见的一种疾病了，那其表现为头晕、头痛、失眠、心悸、眼前发黑等。那当血压高起来的时候，很多人呢都会选择服用降压药。其实除了药物调理外，还可以按我们身上自带的降压穴。1. 十宣穴。十宣穴在我们10个手指指尖的正中央，左右呢一共10个穴位。按摩十宣呢有提神醒脑、宣散风热的作用。按摩时将10个手指微微弯曲，然后相互的叩击十宣穴，力度以有酸痛感为宜。每次呢不超过5分钟，或者呢用大拇指指尖用力的掐按也行。那经常刺激十宣对平稳血压有一定的帮助。2. 尺泽穴在我们手臂肘部的横纹中，肱二头肌腱桡侧的凹陷处。那尺泽穴呢属于手太阴肺经，按摩时用大拇指按揉3到5分钟，以有酸胀感为宜。每天早晚按1次。按摩尺泽有活血通络的功效，对降血压有很大帮助。那血压高的朋友，平时还可以多吃点芹菜。芹菜中含有一种能够促进脂肪加速分解、消失的物质，经常吃呢，对降血脂、降血压都有一定。怎么了？干啥呢？拍手呀！拍手干啥呀？妈呀，沈哥，我跟你说那拍手可是有可多好处了，你不知道吧？还真不知道，那你给我讲讲它啥好处啊？行，没问题。我们的双手是人体全身的一个缩影，那手上呢分布很多的经络、穴位、反射区，经常拍打双手可以疏通全身经络，拍出好气魄。那下面呢我就教大家几种拍手的方式。第1，指尖拍，微微呢张开10个手指，双手指尖相对，然后呢2手指尖这样相互的拍打，拍打100下即可。拍打指尖呢可以刺激头部反射区，可以呢改善头部供血，有清头明目的作用。第2，掌根拍，也是2手相对，10个手指的微微弯曲，然后呢2个手掌掌根相对，这样相互的拍打，也是呢拍打100下。拍打掌根可以呢刺激人体的下焦反射区，有培元固本的作用。第3，握拳拍，2个手像这样握成半拳的形状，放在胸前，然后呢2个手指中节贴合在一起。
进行了相互的拍打100下。这样拍手可以刺激头颈反射区，对疏通经络、促进头颈部的气血运行有帮助。第4，空掌拍，两手食指微微弯曲，像这样放在一起呈空心状，然后这样拍打呢100下。空掌拍可以刺激心肺部和肠胃反射区，对心肺和肠胃的健康有帮助。那上面这4种拍手，每天坚持练习，让你少生病，更健康，赶紧试一试吧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想要了解更多的养生小知识，关注侃侃养生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